妈的蛋，阿妈卖的蛋，电脑的辅助，像去做一个互动。我是澎湖出产的黑糖，简称金龟头泡房。大家早，现在是最后第3天啦，第3天早上。那我们今天是因为我朋友住在喜来登，但是他们今天早上7点半就要出海，所以呢，那我们就代替他们来吃早餐啦。所以大家来跟着我们一起进去看看浮空的喜来登长什么样子吧。走，我们拿完早餐啦，大概就是分2区，一个是比较熟食区，然后这边是蛋啊、炸物类的，吃起来还不错，但是还没有看到目前特别让人惊艳的菜色，如果有，等一下再跟大家讲。今天就是它有一些现做的料理，它包含像我现在前面这个就是海鲜米粉，它里面有小卷、鹅啊、虾。那我要试一下它的米粉。有他们米粉当地的那种味道。据说这是澎湖当地产的丝瓜，然后。但是我觉得吃起来跟台湾丝瓜其实差不多，小卷重头戏，那小卷比较软，没有昨天吃的这么 Q。虾就是澎湖当地的虾，它没有壳，失败。那你补充一点甲壳素，不需要。应该要放那种就是虾仁那种，就是感觉比较贴心一点，就不用管那个。现在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牛杂汤，就是它的料，然后它的汤喝起来的感觉，清甜的那个牛肉汤，然后味道还算不错。这个就是我第2碗，第2碗它给了我比较多肥的部分，所以如果不喜欢吃肥的话，可能就跟他讲一下，就是其他给你就是比较瘦的。我们那边发现了一条长得有点像鱼尾狮的这个雕像，它在那个皮亚3号港口旁边。然后它是龙螯，龙螯啦。然后我们在想说，如果它嘴巴一样吐着水的话，就可以扣实那个新加坡的鱼尾狮，应该就会成为另外一个打卡景点。蛮像的。今天是澎湖的第3天，那我们要逛马公市区的景点 ，Let's go！ 哇！哦，看到那个顺城门，古城门好像可以上去。可以。这里都在整理。你看那好像是后门，这应该是前门。无望在前面就是炮台了。你现在先去炮塔。都是金龟头嘛。对啊。好啊。这个任性的家伙，故意把它停歪歪的。现在前往金龟头炮塔。这有点像我们，这个有点像金门的那个，不是金门，淡水那个大炮营区。那叫什么炮？迫击炮，我不知道。这是哪一个炮区？金龟头炮台的兵房，简称炮房。不是金龟头炮房吗？金龟头炮台的营区啊，简称金龟头炮房。哔哔，然后就被黄标。未开放。对啊，很想要走上去。只要能上去的，它全部都不给开放，因为它怕你掉下去。感觉这里是一个有点无聊的地方。这里是库房。未开放，请勿进入。全部觉得它只要未开放的地方，就会让你更想进去。弹药库，他没有写。哎呦，靠呀，有个人。弹药库很恐怖。有一个人。对啊，这是炮台，真的只剩台，没有炮了，炮已经都移走。好多仙人掌。可怕了，这个时候。他种那么多仙人掌，应该是避免人家从下面爬上来。那还不错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金龟头炮台的制高点，那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从右手边这边看到的就是整个营区的部分，然后包含弹药库啊，包含住所啊，包含主营区啊这些。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唯一的一台炮，就在左手边，就这台。高射炮，这个40厘米的高射炮，它也是国军退役后被就是再捐赠过来到这个澎湖这边啊，作为一个观光财的，让大家可以参观这个整个园区里面唯一的一个炮台，就是金龟头炮台园区里面的唯一一个金龟头炮，它叫做高射炮。
40厘米的高车炮。好，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了。此地不宜久留。我们逛了一下之后，发现这里有一个室内的地区，然后这里面展示了几个炮台的模型。然后像这两个也是一样，上面写着12寸阿姆斯朗托后膛炮。なんだよおい。ネオアームストロングサイクロンジェットアームストロング砲じゃねえか。完成度高えなお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10寸的，然后这个是榴弹炮。这个室内就这样小小的，没有什么东西。最后来总结一下，这个园区如果推荐指数，如果以5分来说的话，大概只有2分。2分的原因是因为还有它基本的历史价值，它的确是一个澎湖镇守的一个要塞。那带着小朋友的话，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历史啊，然后见证一下这个当年镜头歪了，见证一下当初战争的一些岁月。因为现在疫情期间，它的地下通道也封闭，暂时不开放，然后有一些可以爬上去的地方都不开放，室内有些也不开放。所以综合来说，如果说真的没地方去，再来这里就好。那就是这样咯。下一站，入口旁边，然后就是有这个吊床，然后有人要去体验一下，替各位示范一下什么叫做落地生根。快落地！上面应该要让它就是做一个全面遮阴，快示范。什么叫做落地生根？根本就坐在地板上啊，毫无支撑效果，没有吊床的效果。那你可以躺啊，你觉得这样躺起来舒服？我觉得你的脖子好像快扭到了。卡地。贴地。这吊床设计的不是很好。我学小龙女，可能躺在三根梁柱中，好像很厉害。在凤梨休息的片刻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海边的景色。那有没有看到那个中间有一个人在那边钓鱼？这些写金龟头啊。对，这边是金龟头，这一区叫做金龙头。来逛张雨生，还有潘安邦，这个就是22影像，就是这个。所以它等于22影像，那个饭店就是埋在这个眷村。这叫笃行石村，旧眷村。哇，没有太阳好舒服哦。因为我只要一走出太阳，我就会想要赶快走到下一个阴影区。这是民宿区的，这是其中一间民宿。哦，看到张雨生了，连张雨生都要戴口罩，特别把他挂粘了一个口罩上去。来，我们来带大家看看张雨生厨房，他的房间。张雨生酒居，来看漫画的张雨生，旁边的大人。那这一栋呢，基本上就是让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张雨生的生平跟他的过往事迹，对啊，他从这一栋房子出生的。下一个点。到了。现在进来的这个澎湖花火体验馆，那它就是结合了一些现代的科技效果、互动效果，让你可以在里面直接拍出有一点烟火的感觉。你没有办法来看花火节，但是你也可以来体验一下澎湖的花火。那就跟我们进去吧。好，那这边就是一个模拟花火的一个拍摄。这一面墙它是用特殊的效果，我们现在看可能是黑色。那它事实上，你如果搭配闪光灯的时候，它会因为它有不同的反光颜色，拍出来就会有不同的字。那里面就是那个花火节互动的体验区，那它也是利用电脑的辅助，然后让你可以跟你那个影像去做一个互动。这边放的就是历年来的这个花火节的海报。
后面这两扇开闪光灯，你就会拍出很漂亮的烟火照。那这次的主题就是跟漫威做合作，然后它也有蛮多漫威可以预购的商品，那大家自己去官网上看看啦。那我们刚刚逛完了那个张雨生纪念馆跟金龟头炮台，然后现在大概1点多，有点热。本来是想说去阿豹那边吃午餐，但是因为那边完全没有冷气，所以我们决定买回来。刚好我们也介绍说，我们民宿刚好有一个拉比的空间，然后其实蛮近的，大概从那边过来骑车5分钟就到。然后这个是旁边外面的那个仙人掌冰城，这是招牌仙人掌冰，然后这是黑糖冰，它是黑糖汁，然后下面有一些料这样。然后这边就是阿豹的，这是香肠糯米肠，这是关东煮类，豆腐萝卜，然后花枝丸、藕类，然后这边是那个烧烤类，就是鱿鱼跟鸡皮，还有五花肉。经过一番试吃之后，我们要来就是评价各个食物的味道。是的，那先讲这个好了。这个就是那个它是招牌仙人掌冰，下面是放冰沙，然后上面是放一球仙人掌冰淇淋。然后味道还算不错啦，它这边要75块，不算便宜，对，这是八宝冰，基本上就是消暑用的。好，我们回到阿豹这边啦。阿豹这边就是必点的就是它的香肠跟糯米肠，那这两个味道吃起来都还算不错，味道很香。然后它的糯米肠，因为是后来有再烤过一次，所以它会有多一个烟熏的感觉。那阿豹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，比如像是关东煮，这边我们还有点鸡皮、五花肉跟鱿鱼。那原则上这些呢，就是没有那个惊艳的感觉。那如果说肚子饿要吃是 OK，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特地买，但是刚好买的话是 OK 的，它其实是不难吃的。然后他们这里的花枝丸好像都比较贵，那我们昨天看到那个餐厅是6颗炸的100块，然后一家仙人掌冰那边是2颗40块，可能因为用的是鲜煎花枝，然后这个汤呢就可以自己装。做完休息一下，我们要再去逛天后宫那附近的旧城区。药膳蛋还有吗？要2颗。豆干都有。好，豆干怎么卖？ 2片15块。那2片。好。这个是4口井。在拍照的时候，旁边热心的阿嬷说要让我们做刮痧的体验。现在是芦荟吗？阿嬷，你这在哪里做的吗？我没有做，我这有刚来的口试。你好黑哦。对。这些眼镜拿起来没关系吗？不知道拿掉之后，突然觉得人变好黑。因为很累，啊，就我这两条，我这两条，啊，那个镜头啊，那个按，哇，舒服啊。哦，送。对啊，然后呢，拖起，安尼，哇，安尼下。我觉得你比我更黑。你好，我是黑炭，我是澎湖出产的黑炭。都超明显。侧边那个很白吧？好凉哦。舒服啊！有，我都醒了。对呀，对啊。阿嬷做50年了。哇。对呀。这个下午吃饱饭，刚好就不用再睡午觉了。舒服啊！有。舒服啊！有。对阿嬷介绍啊。大家来一定哎。给阿嬷介绍现场体验。阿嬷看那个放上 YouTube。要体验完，每个人都要带1盒走，至少要带1盒。头都变轻了。对呀，他个变轻起来。然后你没讲说体重少20公斤。哦，那就厉害喽！来，赶快报名。阿嬷手劲非常够。对。跨不出来。后面是那个时尚玩家的介绍。时尚玩家来的。好，听起来。多谢。芦荟或风炉，2罐芦荟的。
阿嬷也有那个，也有也是豆干跟蛋，对不对？妈妈这打塞中后来讲，这叫做四眼井许家店。有很多人来过哦，真的呢。总统，蔡英文也有。 3个总统。你好，呵呵，谢谢阿嬷。呵。阿嬷很会做生意哦。啊，看起来这家也是有名的店。对，也是50年的哦。到外面找个地方做的吃很好，阿嬷都快把我刮出眼泪来了。可是它会痛吗？不会，会，因为我晒伤的地方很痛。是哦。它其他地方都还好。 然后到后面脖子那边，因为脖子晒伤的有点严重，所以他一直刮，我就越来越清醒，越来越清醒，然后就越来越痛，越来越清醒。阿嬷可能指甲比较长，哦，有可能。我就觉得有被刮痧的感觉。看它那个指腹很有力啊，就是对，很舒服。我们现在在这个中央老街，不知道哪一个是最好的拍照点。这种地方吧，摸乳。 走到出口了。对啊，中央路。那我们刚刚去中央路市场绕了一圈，带了战利品回来啦。药膳蛋跟豆干，那我们先吃这个。前面的影片有介绍，我们有给一个阿嬷按摩，然后他有送我们2颗蛋，说要跟这间比较，说他觉得他说我的比较好吃，比他们都好吃。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来比较一下，到底谁会赢呢？颗是中药堂的药膳蛋，然后后2颗是阿嬷的蛋。好，开始试吃。我们先来看看颜色，就我手上这一颗看起来特别。我这个2个看起来是差不多。好，对，就是运气，那我们就直接吃了。我们先吃，你先吃哪个？药膳糖。好，药膳糖。跟7-11买的茶叶蛋很像啊。它有一点点那个药膳的味道，但是就是淡淡的清香这样。等一下，慢，吃之前要先我有一杯，先漱口。它闻得出来不一样。你看，哦有哎，阿嬷的那个蛋，阿嬷的蛋，阿嬷卖的蛋，阿嬷卖的药膳蛋，味道特别像。可我觉得它可能是因为跟豆干一起卤。不是，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都没嘞，比较少人去买它的蛋，所以它的蛋就是放的比较久，所以味道比较像。也有可能。但它这里面有豆干的香，试试看。哎，我觉得真的不一样。虽然那个颜色看起来是差不多，但是阿嬷的不是阿嬷的，阿嬷卖的蛋，阿嬷卖的蛋，它那个整个蛋白它就是有那个浓浓的药膳味的感觉，而且有点甜。它的药膳这样泡煮下来，有点甜甜的口感。阿嬷获胜。好，豆干来看，就外观来看，其实差不多，没什么差别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试吃，然后先吃药膳糖。我觉得2个味道闻起来差不多，直接吃。阿嬷的那个药的味道，闻起来比较浓。药膳糖还好，一点点味道，没有到非常入味，觉得还好。阿嬷的有入味。你看我的阿嬷上面有蛋壳。哎，阿嬷真的比较入味，它整个比较香。因为药膳糖它的那个药膳的味道其实是没有透到里面去的，但是阿嬷这个有。为什么觉得我的阿嬷没什么味道？阿嬷获胜。阿嬷就有这样。看阿嬷的闻起来就有甜甜的香味。我的阿嬷的是有入味的，你阿嬷有入味吗？豆干我比较吃不太出来差异，可是论口感，我比较喜欢药膳的。像阿嬷那边有点太久了，有点泡过头，有点烂烂的。总结来说就是，大家都要去吃吃看，2家都一起买了。垃圾不见了。哇，天天呐！好，我们要吃下一个，这是一样是在中央路那边买的，然后它是甜点类。当啦，仙人掌千层蛋糕。对，草莓乳酪派。好，我们来吃吃看啦。它的草莓怎么那么少？可能只有上面那一点而已。对，真的，就视觉，这个视觉享受真的很不一样。人家风味就是不管什么东西都要有仙人掌。对，
但我觉得仙人掌味要复制很浓，加柠檬汁再加红色色素，因为仙人掌基本上没有什么味道的感觉，就是色素好像会有一点点酸酸，就是色素重的那种对，就非常鲜艳的颜色，没有一个那个你一咬下去就会让你知道哦，这是仙人掌的。对，但没有它非常特殊的香气，吃起来就是那样，就是那个甜甜的千层，然后上面加一点仙人掌的色素的那种感觉。但是整体来说是好吃的啊，但是就是没什么仙人掌味。乳酪甜半截没有任何草莓酱，没有草莓香，就是乳酪蛋糕，呀，不错吃，太棒了！他们就是这个冠词噱头，可能是姓氏之类的，他姓草莓，然后名字是乳酪蛋糕，它的本质是这样，是后面的东西。对，甜点的事实就到这里。那我们等一下还会去买三哥鸡排，那个酒酿鸡排，还有就在我们对面的这个马路易的便当，作为我们今天的晚餐，也是澎湖之旅的最后一个收尾。现在在机场，在机场吃三哥鸡排。然后它这个鸡排是真的有那个酒酿的香气，非常的厚实，很扎实，很厚。因为它的特色就是它有那个酒酿的香气。那撇除这个之外，就是有很重的胡椒味，然后肉有腌过也还不错这样子。但因为酒酿鸡排在其他地方比较少见到，所以来澎湖还是可以试试看。我们要准备回台湾喽！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飞机太小了，所以它没有办法用空调？都有可能。黄主兵，恶魔。我怕你撞到这个东西。哦，我怕你长太高。那我们这一次的澎湖3天2夜之旅就到这里画下了句点。到台中之后，我们决定去吃这间一路炭火烧鸟工坊的日式料理店，而随后的台中之旅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啦。是我们今天入住的绿流艇之旅。这个喝醉了。你在干嘛？最后，如果喜欢我们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并分享。如果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同时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